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今天的故事依旧发生在天涯论坛。这个故事是听我朋友说的，真假与否，朋友倒是有照片为证。我的这个朋友姓杨，他的家乡不远处有一个地方，被当地人称为九龙川。相传在武则天时期，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9条龙，他们盘踞在当地重要水源的马连河里，阻断水路。当时官员就上报朝廷，武则天呢就派遣了狄仁杰来此地斩杀9龙。可是杀了8条以后，最后1条龙却跑掉了，找寻不到踪迹。上面说的是朋友家乡盛传的一个故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真假无从得知，也只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，一个传说。2002年的一天，朋友被家长叫出一起去马连河。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到河边才听人说那几天下了好几天的暴雨。今天天晴早间，有人看见马连河边有一条蛇状物腾空而走，遍体呈黑褐色，有角，而且河边还留下了一条20多米长的痕迹，痕迹上可以清晰地看见鳞片的样子。一时大家盛传说那就是龙，当地的媒体也纷纷赶到，还用水泥在那条痕迹的周围做了一圈的围墙保护起来。我朋友当时也看见那个痕迹了，当地有一些人呢还把那个拍了照片卖给别人。我朋友当时也买了一张，现在还保存在他的手里。据说当地学者在观看以后也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。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那条逃走的龙一直存在。此外还有一种狐狸在山上的一个洞里，但那个洞很多人都去过，并没有看到狐狸的踪影。可是每当狐狸出现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县城里就会有怪事发生。以上所有说的全是道听途说。最后再说一个事情，可能有许多人看见以后都很难相信。当年要不是我们几个人同时看见，我想我自己也都不会相信吧。原来我们学校有个音乐老师姓吴，这个音乐老师离婚以后，他的儿子就跟着他，他的名字叫吴越。他的这个儿子比我们大2岁，也在我们一个学校上学。我记得是在我上高2的时候，我们那里的体育场开了公审大会，因为无聊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看了。当时被公审的人里面就有我们这个老师的儿子吴越。听审判词说他是在酒吧里把人给杀了，然后潜逃，最终被抓住。当时判的呢就是死刑。公审一结束，他就被带走执行了枪决。这件事情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知道。大概是这件事情过去了3年吧，我在上大学，和几个高中的同学一起去游玩。坐在长途车上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一个人长得很像当年被枪决的吴越。当时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那个人还转过来看了看我，冲我笑了一下。我确定就是他，可他几年前就被枪决了呀。我给几个同学说了以后，他们说我可能是认错人了。等那次回去以后，给我同伴说了这件事儿，居然不光我一个人见过，早就有人在我们那里见过他了。只记得这事儿当时传的是沸沸扬扬，那个老师也因为这个原因搬家了。怪就怪在大约是又过了1年，离我们不远的一个街区传出了另一件事。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在窗户上自尽了，当时好奇就跑去看。从楼下看，2楼的窗户上别着一个人，是在窗户的拉手上绑了一根管子吊死的。等医院的人把尸体抬下来的时候，居然发现死的人还是那个吴越。我们搬走的音乐老师跟着下来，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当时我们看到都头皮发麻。后来我们讨论，可能是他家里原来花钱走后门把他给弄出来的。可更奇怪的是，大前年的时候，居然又有人见到吴越，他骑着辆摩托车在转悠。奇怪啊，就算是第一次没看到死刑执行的情况，
可第二次见到的他确实已经死掉了。难道他有许多条命？住在烟台上矿，现在是岐山社区一带的70、80后，一定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塔山的一起幼女奸杀案。那时我的家就搬到了案发现场的东边的一片楼群里。我家所在的居民区地形比较复杂，正南面是海拔近400米的低山，东边还比较繁华，是岐山小区，西边可就大相径庭了。从一个水库过去到南山公园之间，尽是沟沟壑壑的山地和洼地，种满了苹果、梨、杏子、桃子等等水果。由于地势不平整，其中还有不少的岔道通往了种植水果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山间小平地。那里被我们这些皮孩子称为根据地，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其中摸爬滚打，顺手偷个3苹果2枣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自从发生了那起案件，加之后来发生的恐怖事件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就是大白天也不敢回到我们的根据地了。那起奸杀案，楼主记得是发生在春天，下了几场雨后，西边的水库长满，就有许多的年轻人来此钓鱼。那个遇害的小女孩当时大概3、4年级，父母都是塔山一家工厂的工人。那时候的父母都不太管孩子，小学生放学的时间也早。这一天，小女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拿着鱼竿过来，看见了小女孩，招呼了她一声，然后把她抱到了自行车横梁上，一起到水库钓鱼。小女孩认识这个男子，她到水库边玩的时候经常遇到，有时呢，这人还送给小女孩几条鱼，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谁知这个男的有心理疾病，在钓了一会儿鱼后，男子把小女孩骗到了水库西边果园的一条小坡上，奸污了她。事毕以后，女孩说要告诉她的父母，男青年怕泄露，丧心病狂地掐死了她。由于紧张，连尸体都没转移，转身就跑了。这个案子破得很快，据说那女孩的母亲下班回家，还看见了杀她女儿的那个凶手，正在往自行车的把手上挂东西，手哆哆嗦嗦的，怎么也挂不上。当时还以为这人得了什么怪病。女孩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，加上小女孩被那男的抱上车子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了，再加上现场女孩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装着死鱼的塑料袋子，凶手很快被抓获。那时烟台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凶杀案极少，再说城市也不大，这事儿一时间内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许多学校开始把第2课堂挪到放学以后，尽量和家长下班的时间一致。讲到这儿，故事的主角正式登场。这人姓曹，40来岁的大老爷们儿，是上矿大队看果园的，全名没几个人知道，因为他有个显著的特征，2条腿很长，所以都叫他高腿肌。高腿肌在我们这群混小子的眼里可不是一般人物，在偷苹果的圈内，他非常的神。一是眼力好，火眼金睛，离他个100米开外偷摘水果都会被发现。二呢是跑得奇快，被他老远的发现，一般能抓你个现行，少不了挨上几个暴力和几下连环腿。高腿肌10年如一日的在这儿看守，自然闭着眼就能走完。正走着呢，前面就是一个小洼地，道路把它一分为2，俗称走锅底，就是先下坡，穿过谷地再上坡。高腿肌呢，当时就走到了洼地的边缘，正准备下坡，突然他发现在暮色朦胧之中，对面的上坡路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高腿肌此时是恨得牙根痒痒，心想着说，好啊，这帮兔崽子还敢来偷，这次要抓你个人赃俱获。于是他停了下来，眼睛不眨地盯着对面的动静。因为那个上坡路的擦肩一侧高出来的土坎上就有苹果树，上去一拐弯，果实唾手可得，所以
在他这边能清楚地看到是谁在偷窃，甚至偷了多少。只见那个身影正是往坡上走着，高脚鸡的肾上腺急速地升高，他正等待着那个身影的手伸到苹果的那一刻，他好发出那气壮山河的怒骂。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高脚鸡头皮发麻，那个身影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孩，可天暗看不清男女，但是这身影的动作极其怪异，他不停地在重复着一个动作，张开双臂，像是一个现拉的木偶，跌跌撞撞地向坡上走，然后又后退着倒回原地。这样把高腿鸡看的是目瞪口呆，心说这是什么功夫？他又看了一会儿，一股凉气直冲头顶，那影子后退的动作就像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地拉回来。这时那个东西的动作又发生了变化，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头还向前一点一点的，就像是在拜佛一样。过了一阵子，那个身影才跪在地上不动了。高腿鸡看了半天，觉得可能是谁家的弱智儿童跑出来了，这天呀马上就大黑了，可不能不管。他先是大喝了一声，是谁家小孩？下到洼地到上坡那儿看个究竟。洼地的锅底部分生长着一些不知名的树木，虽然不高，但夏季的枝叶繁茂，这个位置看不清对面上坡的情况。等来到小坡的下面时，高腿鸡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小坡上什么都没有。奇怪，高腿鸡呢一开始还以为准是那小孩在自己走到洼地里的时候跑了，心里有些嘀咕，可还是朝坡上去找。到了坡顶，他下意识地回身往洼地里望了一望，不料就在这时，他的视线与一个东西碰了个正着。在上坡路一侧低下去的一片草地里，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小孩。这时高腿鸡呢还以为是自己刚才没看见，就顺着小坡下去了几步，嘴里还说着，你是哪家的小孩？天黑了还往山上跑。说着还把手里的竹竿伸向了那个小孩，想把他拉上来。谁知那个小孩呢一动不动。这次高腿鸡可火了，又一次的神兵天降，反正也不高，他一下子落到了小孩的一侧。他这一落地，可算看清楚了，这是一个女孩，留着齐眉短发，一动不动的，也不看他。由于是个侧脸，高腿鸡看不清楚，就想着绕到前面，俯下身子仔细看看。这一看不打紧，高腿鸡几乎是大喊了出来，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呀？眼睛爆出了眼眶，鼻孔向两边打开，胀得比一般人大了许多，尤其是那张嘴歪在了脸腮的一侧，张得大大的，并伴随着一阵阵的急促喘气声。更令他恐惧的是那女孩呼出的气，她离得这么近，几乎完全感觉不到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高腿鸡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个小上坡就是1年前那起奸杀幼女案的案发现场，而这个小女孩，她就是高腿鸡。当时发出了自出娘胎以后最高分贝的叫声，幸亏他的腿脚还能动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的小坡，头也不回的就向着山下狂奔。与此同时，他分明听见了那个洼地里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哭喊声。高腿鸡几乎是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他胃疼得厉害，一连几天不停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胃部长了一个怪东西，马上的住院安排手术。这幸亏不是什么恶性肿瘤，就算这样，术后也让他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。后来高腿鸡呢把那晚发生的事告诉了大家，有些老人就说就是他得了病，运势低，血气衰，才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还有人说，横死的人呢每天都在重复他要死时的动作，所以冤魂是不灭的。如今那个小女孩遇害的地方
早已被居民楼包围，那个小坡呢也改为了石阶，顺着下去以后就是原来的洼地，而现在平整成了社区广场。塔上最大的广场舞集散中心，几乎天天是群魔乱舞，只是不知那靡靡之音是否能超度可怜小女孩的亡灵呢？你遇见过奇异的东西吗？第一次看见那东西，我才7岁。7岁之前，我是个普通的小女孩，也从没有鬼的意识，没有所谓害怕的感觉，除了怕被大人打，怕被公鸡啄，怕打针。7岁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我的出生地，一直是被外婆带大的。7岁开始要上学了，我就被带去了父母的身边，来到了那个村子，那个我的家里。我家隔壁有一个不住人的房子，房子是长方形的，但里面的门，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。从带锁的锈迹斑斑的门缝里，看得出里面是用砖砌了墙，把门给封死的。窗户也是。房子的外面写着一些大大的脱落的红字标语，可是我太小，根本不认识。房子旁边呢有一条小路，堂弟和奶奶家必须通过这条小路，此外别人根本不会走。有次我去奶奶家买泡泡糖，奶奶平时呢是去村子学校摆小摊的，路过那个房子时看到墙里边有个圆洞，够一个人进出，里面非常的黑，看到了很多的稻草，别的根本看不到。我产生过好奇，但从来没多想过什么。直到有一次，6岁的堂弟悄悄地对我讲，那个房子里的洞里看进去有个影子。我呢就跟了他去看。当时我身边呢有好几个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去看了。于是顺着堂弟指的方向，我把脑袋向洞口探着看，果然看到了一个一动不动的黑色影子，分辨得出是一个男性，中等身材，而且还不瘦的男人，光头，看不出头发，影子是黑的。奇怪的是，不是躺在地上的，是站立着的。我只见过在地上的影子，可从没见过像人一样可以站着的。我身边的小朋友看到的描述的也都跟我看见的一样。我们非常害怕，就找来了大人，村子的一个老奶奶，可她看了什么都没说，不知道她是撒谎还是真没看见。接着我们还在原地遇见了来奶奶家玩的表哥，表哥比我们大很多，至少14岁左右的。他看了看也什么都没看见。最后我们再去看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很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阴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不能承受的东西。我很害怕，每次路过那房子就要跑，但好奇心让我有时候还是会去看一下那洞口，经常能看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但不是每次都见得着的。后来上学了，老师教育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不能迷信，我都渐渐地快忘记这些了。而且在我小学3年级那年，这个房子被村子里的领导请人来拆了，我看到里面有好多的稻草，竟在里面的地下还有一口棺材被抬走了。我不理解的是，这个棺材里的人是谁？为什么不葬在山上，而是在这里面呢？我母亲告诉我，以前那个墙洞是被人打出来盗东西的。我还在拆的现场看见了里面的地上有很多碎的瓷碗之类的。之后这里是菜地了，这里也没人愿意造房子，只好用来种菜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渐渐地忘记了害怕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房子是拆了好久，我又再次地见到了那个影子。那是个雷雨夜，我在邻居家看电视，那时整个村子没几个人家是有电视的，而他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村子里的人都去看。我是因为父亲外出，说要很晚才能接我回家。母亲那时呢和我妹妹在外婆家，家里没人，所以我就乖乖地看电视，等父亲来接我。看完潘玉良已经快12点了，父亲还没来。有个看电视的村民要求我去奶奶家拿葵花籽，他们想买包吃吃，非要我去拿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拿上雨伞，硬着头皮穿过已经变成菜地的房子那儿，到奶奶家去。外面
漆黑一片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几乎是凭感觉摸着过去的，但是在一个闪电下，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个影子，它还是原来的那样，只是站的地方不是原来的地方，而是换到了中间稻草堆的旁边了。它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雨中。我吓得飞快地跑，到了奶奶家是砰的一声，很响地撞开门进去的。回来时，奶奶用手电帮我照过这段路，而我却再也没看到那个影子了。第二个怪事是关于新屋里的大人。那件事不久以后，我家造了新房，2层楼的那种砖瓦房，在当时算是不错的。房子要造好久，我们一家人呢，先暂住在了新房旁边的一间又小又脏的泥房里。有一夜里，母亲哄妹妹睡觉，并对我讲，新房里1层的灯忘记关了，叫我去关掉。我呢，就跑到了新房里，搬了个凳子，打算去拉灯。那个灯是临时安装的，用于灶房下班晚的时候照明用的。开关是拉的，安装在了灯泡的旁边，而且线很短，我得爬上凳子才能拉得到。可怪事接着发生了。当我拉黑电灯的时候，停了几秒，借着窗口明月射进来的光，就发现我身边的凳子旁边站了一个大人，看得出也是男性。我家只有父亲是男的，以为是父亲提前回家了，就喊了一声爸爸。我马上的打开灯，可开了灯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可能是我看花了，再次的关上灯，等眼睛适应了，又看见了旁边的那个人。我当时彻底的吓坏了，哭喊着跑了出去，跑去了母亲那儿。我母亲呢，竟然不相信我，她自己去拉掉了灯。不过没几个月，我们的房子也完工了，我们也很快的住了进去。起初我挺害怕的，但我们住进去以后，竟没有任何的怪异现象发生。渐渐的，我也就忘记了当初那回事儿了。这第3个怪异的事情是关于学校厕所外的老太婆。我们村小学的地基曾经是一片乱坟，后来挖了造小学，所以我们学校总是会传出一些吓人的鬼话。我呀，从来不信的，但有一次却不得不信，因为我也看见了。我才读5年级，当时是冬天，我们5年级教室刚好在走廊的最旁边，再过去一点就是厕所。这个厕所负责上课和住校的寝室两用。学生的寝室是在教室的对面，中间隔着一个操场。我是通校生，家就在学校的隔壁，所以我是负责管自己班级钥匙的。有时起得早，5点多天刚刚亮，就得为班级为同学开门了。有个早晨，我去开门，远远地看见厕所外面有一个穿蓝色衣服，那种有包扣衣服的老太婆。她的头发是盘在脑后的，弯着个腰，不知道在干啥。我呢也没多想，只是觉得她起得好早，可能是去赶集，顺便进了学校上厕所来着。我管自己开了教室门，就算完成任务，坐在教室里玩着。完了，陆续的同学来晨读了。有同学告诉我说，昨晚住校的姓黄的女生见着了鬼，生病了。我笑一笑，以为是开玩笑的，因为她平时开朗，特别爱说大话。结果她真没来上课，而且过了好几天，我们都没见着她。到见到了她父母来学校替她办理手续离校的。她父母讲，她在那个晚上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厕所的边上有个蓝色衣服的老太婆，进厕所前她就在，出厕所时她还在。于是我同学就上前叫她奶奶，结果走近了，发现不太对劲，就转头跑回了寝室，接着就高烧不断，人还神志不清的。看来我那天看见的和她看见的是一样的，只是我见到的时间晚的很多，是凌晨。庆幸的是，还好我没有去叫她奶奶，否则我是不是也会吓坏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关注。本期结束，下期不见不散。